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知名的个人投资者，他就是股神巴菲特。巴菲特是唯一一个靠投资起家登顶世界首富的人，他的资产现在是1226亿美元，目前来说是世界第6。他是1930年出生，11、12岁的时候开始投资，买了第一只股票。有记录的数据是14岁的时候，他的个人资产是5000亿。经过了80年的投资，让自己的资产增加到1226亿美金。我们来看他的投资收益率，这一栏是每10年的投资收益率，这个是总财富的收益率的年化收益率。刚开始还是挺高的，50%多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收益率逐渐降低。80年之后，它的总投资收益率大概是23%。它中间可能也增加了一些投资，但是因为没有数据，没法计算。如果考虑到它中间其他投资，可能收益率还会稍微低一些。但是如果我们看每10年的统计，就是它是波动也是非常明显的，有时候10年之内收益很少，有时候挺多。但是总体方向来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财富规模的增大，它的收益是逐渐趋向于社会平均收益。这就是所有投资人或者任何企业的发展规律，就是随着资金的增长，收益率是逐渐降低，逐渐恢复到社会平均收益，也就是7%左右。很多人总结了巴菲特投资的秘密，其实最简单的总结，它就是建立一个非常高效的复利机器。我们都知道复利有3个基本因素，一个是本金，一个是收益率，一个是投资时间。就是巴菲特在复利的3个因素当中，每一项都做得很完美。首先根据他的自传叫滚雪球，他说人生就像滚雪球，只要你能找到湿湿的雪和长长的坡，雪球就会越滚越大。这所谓的湿湿的雪，就是指的你的收益率这个计长长的坡就是说你的时间，你时间要足够长。所以他认为投资应该是一辈子事业。然后你投资的股票一定要是长期稳定的收益，然后呢，他自己要活得还要长，这都是和时间有关。投资是时间越长越好，一个你很早就投资，或者你活得很长，或者2个方面都有，你投资又早，活得又长，这样让你的投资时间很长。第2个部分呢，就是投资收益率一定要保证收益率要是正值。如果波动很大，或者是你的收益非常高都是不可以持续的。所以它有一个投资原则，就是不要赔钱。这个就是讲他一定要保证收益为正。然后呢，他买的所有的公司一定是买能持续产生现金流的资产的公司。这个也是讲的是它的收益率一定要是大于0。巴菲特最牛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他能够用公司产生源源不断的低成本的本金，比如说他用的是保险浮存金，而且成本非常低，甚至是负成本。他其他的用本金的方法，就是比如说他买的公司产生股息、利息贷款，还有延迟税务去占政府的钱。就是说他的基本原则就是不仅用自己的钱，还用别人的钱。当然了，他也买好多公司，他自己没法管理公司，他就利用这些有能力的人帮他管理公司。他所以还利用别人的时间和能力，这就是所谓的投资杠杆，就是他充分利用各种杠杆，让本金是源源不断的去产生现金流，而且用这些现金流再去投资公司，这就产生一种复利效应。就是他买的每一个公司其实都是一个复利机器，当然他买的保险公司也是一个复利机器，还有他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积累投资经验，扩大自己的能力圈，这个是另外一种的这个复利，就是他的知识复利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就是他把他的公司打造成为一个非常高效的复利机器，所以他资产也会越来越高。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说他一定能够成为富豪。
他的根据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他相信复利，而且他知道复利的威力，同时坚决的执行它，而且抛弃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，坚持复利，坚持慢慢致富，不去想一夜暴富，或者是追求10倍股这种短期的小概率的事件。他这种投资方法呢，其实波动也是很大的。事实上，只要是在股市，波动是不可避免的，波动就是股市的规律。他在74年的时候，他的总资产下降了将近50%；90年的时候下降20%多；1999年下降20%。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，总资产降了32%，但是他的公司的净资产一直是在稳步增长。然后目前来说，好像是全美甚至全世界净资产最高的公司。然后它的选股标准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它的选股标准，它的选股标准一定是巨额收益，就是它净利润要大于500万美元，而且公司要持续稳定的盈利。它对于这些只有援引或者转机的公司没有兴趣，而且它要求公司必须是有高净资产收益率，并且很少负债。他认为这个 ROE，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，是衡量企业长期经营成果的最佳方式。他要求管理层一定要是值得信赖并且有能力的人，因为他没有能力管理公司，他需要有德才兼备的人去帮他经营公司。而且他要求公司要简单易懂，他可以理解的企业。还有一个，他买入的价格要合理，他买入的企业呢，一定要具有长期竞争力，而且是一个顺风行业。其他人也总结了他的投资秘诀，有很多了，今天没有时间去具体的讲，像复眼第一，经济第二啊，耐心等待啊，不得不买啊，这些东西有很多，各个层面大家有信心的话，可以读他的《致股东的信》。反正基本原则就是怎么打造这个复利机器，其他的一切怎么去投资好公司，也是为了产生复利机器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在物理世界，任何高成长的公司都会终将自我毁灭，因为在物理世界，你不可能永远的增长下去，因为树不能长到天上去。所以呢，它的收益率会逐渐降低到普通公司的水平。但是这个价值回归的时间将会很长，你看它都是90多的，它的收益率还能达到20%几，所以你不要担心你的收益率会降低得很快。好了，以后呢，我会给大家讲怎么去复制巴菲特的方法，去打造自己的复利机器。虽然我们不可能像他做的规模那么大，但是即使你能做到他资产的1/1000甚至1/1000，你也获得了财务自由，所以应该是有信心的。你挣那么多钱也没有用，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的消费就可以了。你看他挣那么多钱，最后他讲99%的资产要用于慈善事业，你这财富来自于社会，最终还要回归于社会。最关键是就是说他讲他赚钱只是兴趣，挣那么多钱是没有用的。对于普通人呢，只要你要能赚到钱，满足你的日常消费，然后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这一生就等于没有白过了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儿，谢谢，拜拜。